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思密。今天节目的大主题，我们会带观众朋友特别剖析：川普打开地狱之门了吗？最新公示，伊朗的飞弹100%，他说已经可以完全的命中。打爆美军了。另外，在美军要担心的部分，还有 CIA 的中东据点连环遭拔除，怎么回事？巴林这时候紧急部署，竟然部署的是中国大陆的 FK2000防空系统。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做一个深入的剖析。先欢迎我们的在场来宾，国际情势专家赖岳谦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前国安会副秘书长杨永明老师。思密好，各位朋友好。好，还有陆军退役少将厉正杰将军。思密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观众朋友在关心我们的美伊战事之前，记得先帮我们的节目按赞、按下分享，并且按下热推荐。希望跟我们互动的一样，写下思密你在哪一个城市收看，我会亲自回复观众朋友们的留言。那么也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环球大战线的会员频道，按下加入就可以加入这个频道了。那么今天美伊战事3个火线话题，等一下一样呢，我们会请来宾来特别帮我们做解析。第一个。川普喊说地狱之门要打开了，但是现在怎么看起来地狱真的先降临在美军的身上呢？等一下我们会来解析，包括了伊朗的飞弹已经5天4次的袭击美军的基地，地下飞弹城现在呢这个基地的库存甚至重启了，难道美军低估了伊朗的反击能力吗？第二件事情，现在是连美军的第5舰队所在地，也就是最近被狂轰的巴林都出现了，竟然是来自于中国大陆制的近程防空系统，怎么回事？现在海湾的盟友是不是在重新美国到底有没有能力保护他们，所以改用中国武器了呢？再来第3个事情，来看到伊朗现在精准打击了美方 CIA 的秘密据点，背后还说有俄罗斯它的情报跟卫星做支援，如果美国的情报网真的被突破了话，战争会不会进入更危险的阶段呢？今天就3个议题，我们会请来宾帮我们做深度的剖析。好，我们来看到最新进度是川普的放话，从现在开始，只要伊朗敢去攻击任何荷姆兹海峡周边的船只，川普说他都会直接报复。那他说呢，打击的范围也非常的广，他会立即轰炸伊朗的民用的桥梁或者是他们的发电厂，并且扬言已经命令美军接下来要打开地狱之门了。话是这么喊，伊朗是立刻有动作了，立刻回呛，如果川普敢炸他们的基础建设，就会锁定这一些美军在中东的石油、天然气，甚至是电力的设施，这些盟友们的设施，阻止任何一滴石油可以出口。伊朗的外长也怒呛，会以眼还眼，任何侵略都会迎来最大、强烈、决定性的一个报复行动。立刻来看到的是伊斯兰革命卫队针对于美伊战事做的这个直接的攻势，伊朗已经5天4度的攻击约旦基地了，一共是造成3名美军阵亡，数十人受伤，多架直升机也都被摧毁。而且传出呢，伊朗一共是发射了3枚的飞弹，分别命中了当地的机库、营房、体育馆。重点来了，伊朗说他们现在呢，飞弹的命中率甚至可以高达100%。而今天呢，我们就军武面来看到一些具体的军事武器，也就是德黑兰最新寄出的这一款中程飞弹，它叫做城堡破坏者。好，它具有什么样的一个小档案？我们来看哦，它采用的是固体的燃料，透过卫星可以做导航，甚至射程达到900公里以上。意思就是说，它其实可以覆盖波湾的整个美军基地的，配备机动重返大气层的弹头，所以可以闪避美军的防空系统。那么伊斯兰革命卫队还说呢，除了使用这种中程飞弹之外，我们还搭配了各种的攻势，也就是飞弹加上无人机。那么飞弹的部分，他们也特别提到了，除了法塔之外，还有各式的飞弹。那么见证者无人机，甚至是其他的巡弋飞弹也用上了。英国的军官特别指，这一次伊朗的攻势就叫做混合打法，混合了飞弹加上无人机来协同，做上一个史上最高的一个境界的打法。也就是先用低空的无人机来干扰他们的防空系统，最后再用高速飞弹进行精准的打击。现在呢，美国要担心的事情还有来自于《华尔街日报》的最新报道，伊朗的地下基地已经恢复运作了。原本呢，赫格塞斯跟川普是说呢，这个地方的
这个飞弹库存只剩20%而已，现在看起来完全不是这么回事的。所以今天节目一开始，先请教厉将军怎么看了伊朗的地下飞弹基地全面复活，等于说我们刚刚看到的一系列新型的导弹也全部出笼了，而且这个伊朗他自己说的命中率100%高的惊人，到底用了哪一些新的战术？而川普口中说他要开启的地狱之门，会不会自己先走入地狱呢？厉将军怎么看？这个美伊双方在今年6月中旬的时候，双方签了所谓的停战的协议之后，那到现在为止差不多1个月的时间。这1个多月，美国跟伊朗这2个国家军方分别在干些什么事情？我觉得美国是在准备这个回家休假了哈。你看到包括林肯号啊航空母舰，我们都讲过很多次了吧？它上面的官兵已经200多天没有休假，所以美国官兵心里头想的是不是这场战争告一段落以后，他们就可以回家了哈。那包括我们看到福特号也已经回去了，然后现在在美国波安美军在波安的一些这个空军原来的预警机、加油机也都撤回美国本土哈，所以美军很明显的是在准备休假。但是这段时间，伊朗在干什么？伊朗在挖它的导弹，从已经被这个轰它的这种地下的飞弹层里面，再重新把它挖出来，包括无人机。那时候，这个美军虽然说号称对伊朗的这种无人机或者导弹的这种地下工事实施了大举的轰炸，可是我们都研判你那个轰炸可能只能将洞口炸瘫而已，那里面来讲很难损失到里面。因为去年来讲，我们看到美军用了 GBU-57那种午夜重锤的行动，这个要攻击这个伊朗的核设施了。但是那次动员了7架的这种B2 U-04轰炸机，但是投了10几枚的 GBU-57，可是并没有真的破坏掉这个伊朗的核设施。证明说是伊朗很多的它的武力它的战力来讲是保存在地下的工事里面，所以美国如果你只大洞口来讲的话，很难将它彻底的将它消灭掉。这个，所以我认为这1个月的时间，伊朗在做的工作是在恢复它的战力哈。那美国在这个准备要休假，所以2者之间我们就会很明显看出来战力的对比。那这次这个伊朗美军为什么可以100%的命中这个伊朗命中这个美军的这些营房设施呢？而且命中率分别达到100%它发射了3枚的导弹，同时命中在伊朗的在约旦的弹药库、机房还有体育馆，那造成这个3员美军官兵的阵亡。我觉得第一个原因当然伊朗的导弹它有可能有某些国家给他一些新的技术，让它能够精进，譬如说是它可以避免更多的干扰电子干扰对它来讲没办法干扰。第二个，它的导航设施来讲会更精准所以它可以命中的很精准。所以它这段时间我们看到伊朗在这导弹技术已经这个不是说是去年这个跟以色列互打的时候那种导弹的技术，它可以打得非常精准。第二个，当然我认为说是美军来讲的话，它的拦截的技能已经这个很明显的衰退了。我们之前美军用的都是所谓的爱国者或者是近程来讲的话，它可能用霍克型的导弹来对这些导弹来实施拦截或无人机来实施拦截。但是很明显的看出来是不是美军来讲爱国者导弹已经很明显的不足，因为我们看到。美国现在在波斯湾地区可以说是遍地烽火，除了波斯湾周边的国家科威特、这个沙特、巴林、这个阿曼这个阿联酋等等这些国家之外，现在战火已经分别又烧到了约旦那北边来讲烧到了伊拉克、叙利亚都被烧到，所以它在这么多的基地都可能遭受到攻击贝多利分，你每个地方都要防备，那很难的说你每个地方都准备充裕的爱国者。这个导弹来实施防御，所以难免就会有空隙那再加上你的导弹成本又这么贵，所以我觉得美军的这一波这个被伊朗打击，确实损失是非常严重。那后续会怎么样呢？我认为川普来讲的话，现在战也不是，退也不是，退的话他可能会这个伊朗一定会乘胜来跟他在。乘胜追击在谈判桌上面会要的更多包括到荷姆兹海峡的掌控权。
这我想这是伊朗说他要达到的一个最大一个目的，就是以后荷姆兹海峡掌控权在他。好，那所以我们就看到说，伊朗它现在呢，在它的这个飞弹城在复活之际，各式的飞弹，我们刚刚也讲纷纷的出笼之外呢，它的刚刚将军帮我们讲到了嘛，技术也变得更成熟，甚至精准度，伊朗号称已经可以达到100%。那接下来这个海湾国家他们要怎么办呢？于是呢，是不是就使用了中国制的近程防空系统？等一下，请赖老师来带我们看。不过我们先来关心到这个，现在在一个美军的另外一个伊朗的另外一个王牌就是现在的巴林了。它不只呢是第5舰队的所在地，更是美国在波湾最重要的一个军事上面的枢纽。但是呢，最近的事情就是我们看到影片这个巴林的基地一直受到攻击之外，雷达设施也遭到摧毁，甚至前几天伊朗还宣布成功摧毁了这个亚马逊中心等等。公开的画面就现在最新出炉了，竟然是看到巴林的沿岸开始部署了中国制的 FK2000近程防空系统，而且呢，一共是3套。好，带观众朋友也看到这个防空系统的一些基础的小档案 ，CG 上面包括了飞弹、机炮，它是混合来做的一个防空系统，整合了包括了雷达、火控雷达、光电系统，搭载12枚的防空飞弹，还有6管机炮，甚至呢，它主要是专打无人机巡弋飞弹，还有低空的精准武器等等。怎么回事？为什么突然间用了中制武器呢？赖老师怎么看？这个美国一定很惊讶因为美国到底事先知情还是不知情我想，巴林向中国大陆采购了这3套这 FK2000。的近程的防空导弹，因为我们都知道，你要使用这样的一个高精密的一个武器，它并不是1-2天就能够把人员训练出来的，它需要比较长的时间去受训、讲解、拆解、维修，甚至还要进行多次的实弹的射击，它才能够确定能够使用这一套的武器，所以它的时间是比较长的。那问题就在于之前美国知道还是不知道？那美国如果不知道，对美国来讲一定是非常的震惊。那第2个部分里面就是说，如果这套武器在实战中有效的话，那这个对于整个海湾国家会产生非常强大的影响力。因为我们都知道，海湾国家已经有若干的国家向中国大陆买武器了，例如说，我们知道沙特阿拉伯，它有跟中国大陆买导弹也有跟中国大陆买防控的一个导弹，还有买这个彩虹的无人机等，它已经买很多类型的。最近像埃及也在跟中国大陆谈有关于买战舰的问题，甚至海湾国家也有一些国家也在思考要向中国大陆买战舰的问题。那如果说今天这套防空系统在巴林的使用是有效的话，那相信会有更多的海湾国家就争先恐后了向中国大陆买了。为什么？因为这个爱国者导弹去打无人机，这个真的是我们讲用大炮打小鸟，因为第一个太贵了，第2个数量不够，第3个就是美国目前来讲生产制造能力在供应方面也缓不济急。这个对于巴林这些国家来说，如果继续使用爱国者导弹，真的是在经济上是不划算。第2个呢，就到底能不能这么有效？因为目前看起来是无效的，很多地方都被突穿了。所以对巴林来讲，它需要一个近程的。这个近程呢，也就是说，在距离1.5公里，1.5公里很近了，我们肉眼都可以看得到的这个导弹，也就1.5公里到25公里左右的这样的一个的武器，你要把它击落，而且它的高度并不高，12公里左右问题是在于如何有效的把它击落。中国大陆把这些所有的武器整合在一辆机动车上。就是8轮乘以8的这个，也就是2个8轮的车辆的这样的一个机动车上的时候，你会看到它的机动性很强，它的布防能力很强，还有就是它本身每一辆车2侧总共有12枚的这个导弹，也就是防空导弹，还有机关炮，所以它本身对于来的比较慢速的它并不是对于超高音速的导弹有效，因为它的效能已经讲得很明白。对于无人机，尤其自杀式的无人机，以现在伊朗它所使用的自杀性的无人机，它会产生很有效果。第2个，对于巡弋导弹，因为我们都知道巡航导弹它的
飞速是亚音速的是比较慢，所以它也会产生效果。另外对直升机，当然这次伊朗没有直升机啊，没有用直升机作为主力，但是如果对直升机也有效果，还有对精准的炸药也有效果，所以它的效能事实上是蛮强大的。以伊朗现在的主力来说，以巡航导弹跟无人机来讲，那这块防空近程的防空武器，它就会产生足够的效能。我个人认为，一旦在实弹中击落了伊朗的几个自杀式的无人机，或者是击落了它的一些巡航导弹的话，那当然会引起海湾国家那么向中国大陆下更多的订单了。好，所以现在的状况就是这些海湾国家认为说美国真的没有办法保护他们，他们现在自己转向多加的使用中国大陆的武器系统来自保。那另外呢，其实不只是波湾国家非常紧张之外，美国现在在波湾地区的 CIA 美国中央情报局也要很紧张了。最近发生的事情是路透社自己爆料的，他说呢 ，CIA 在波湾多达10处的秘密据点竟然遭到了伊朗精准打击，其中光是3月份，我们来看到美国驻沙烏地的大使馆遇袭是最受关注的，当时伊朗先用他的见证者无人机炸开了外墙，再派出第2架无人机，沿着缺口又深入的做了攻击。现在外界怀疑说，他可以打得这么精准，是不是有俄罗斯的帮忙？俄罗斯的卫星导航跟情报资源来去打到 CIA 内部去了呢？而 CIA 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拥有许多内部很重要的设施，这当中设施包括了安全屋、情报中心，还有监控后勤点。现在最担心的是，如果 CIA 被打穿，美国的情报网被破坏的话，这一场中东战火会不会变得更加失控？杨老师怎么看？其实，在就是刚开始的时候，美伊双方的战争2月28号到4月6号的这段38天的这个期间，它陆续到了后期，针对就是在伊拉克巴格达首都的美国大使馆的这个轰炸，那的确重创了美国在这个边的整个指挥中心，还有就是 CIA 的总部。那因为那个美国大使馆非常庞大，它里面都还有这个停机坪，众所皆知。那可是其实 CIA 在这边的活动，尤其是在巴格达美国大使馆，其实大家也都知道，那是作为它一个最主要的一个指挥中心。因此呢，它整个防范也非常的严密。平常的时候，其实就算以色列跟这个伊朗在交换飞弹的时候，伊朗也不会去刻意去打巴格达的大使馆。但是到了今年3月开始，伊朗还什么客气的，也不保留了。他当然知道，尤其是2月28号。整个哈梅尼和另外48位的高层被炸，那当然他们认为这就是 CIA 跟摩萨德的这种，就是说整个渗透伊朗所获得的情报才会有这样子的效果。所以那个一方面是等于是没有什么忌讳，跟美国开战；另外一方面呢，当然也是一种复仇，就针对 CIA。我是觉得现在在路透跟西方的媒体总是认为说，俄罗斯的协助一定有某种程度，因为你看到最近这一波，伊朗去打约旦的这些美军基地，真的非常精准，那看着有一点觉得精神亢奋了。但是他的这种就是击中，使得当地的美军都已经就是没有任何的防备。对，那这样子的情报的精准，伊朗自己本身做得到吗？所以他们就合理的推论，其实的确。俄罗斯的航太军以及它的情报、卫星情报，是不是有提供给伊朗？我觉得是可以合理的怀疑的哈。尤其是你像是美军的部署啊、活动的这些分析啊，特别在约旦，因为它在前面阶段被炸的时候，它很多的基地设施都移到约旦这边来，那当然约旦也就容易变成一个这个标的。那另外就是 CIA 在这边的影响力呢，我觉得还是不要轻忽了。因为摩萨德它的影响力还是在的。那美国的 CIA 跟摩萨德，事实上，你在这个区域，你可以把它视为一个整体。那另外就是美国的中部总部在这边所做的相关的这些情报，那是属于军事情报方面，我觉得其实大概仍然有它一定的这个布局哈。是。因此 CIA 中部总部、司令部以及以色列的摩萨德，我觉得这3个之间呢，在这个区域当然还是有它的影响力，可是都被打成这个样子了，当然。跟以前完全不能比，他现在要到伊朗再去做大规模的这个暗杀行动我觉得大概已经很困难。好，谢谢杨老师。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观众朋友们，我们要开会员频道啦！因应呢美中、中东还有印太的乱局，你看到的是新闻，我们看到的是背后谁在操控这个世界。加入会员可以取得独家视角的通行证，你将优先取得更深的观点判读，包括了核心真相分析、历史脉络拆解、局势推演逻辑。同时解锁会员勋章、优先互动权、问题解析、幕后花絮，支持我们制作高品质的影片。点击下方的加入键，一起成为战友吧！我们会员频道见。中东战火都还没有停息，现在是不是川普又要对第8国来开战了呢？消息一出，震撼全球哦！难道川普从中东一路要继续打到非洲去吗？美军恐怕在陷泥淖当中，而反恐，他说目的是要反恐，是不是假的呢？这背后我们要来拆解，是否有美中抢矿的这个利益之争呢？今天就这些议题一起做深度的剖析。好，来看到川普说的，有可能要增加一个新的军事行动了。来自于华盛顿邮报的独家披露说，川普呢现在正在评估接下来是否对非洲国家马利来派遣美军打击当地的基地组织，主要就是要打击他认为是当地的恐怖组织哦。那么，如果计划成真的话，代表是川普的第2任期内，这是他要军事介入的第8个国家，从包括了伊朗，先前我们谈的也门、委内瑞拉，一度现在要扩张到非洲国家去了。表面上，川普说：“我今天要出兵，原因是为了反恐。”但真的是吗？所以今天带观众朋友一一的来拆解。我们先来看到马利这个地方，不只有恐怖组织，它也是非洲的一个资源站的最前线。马利其实长期被这个恐怖组织威胁，包括了这个当中有这个穆斯林组织跟伊斯兰等等的组织武装势力，在近年不断的在当地扩大。那么根据了解，他们不只是攻击当地的政府军而已，并且也掌控了该地的矿区，尤其呢，他们会去开采的是当地的黄金哦。那么，透过非法采金获取了资金之后，来购买武器，他们就可以招募一些新的成员加入他们，所以形成了一个叫做矿产养战的一个模式。那马利之所以备受关注，就是我们刚刚特别提到，它背后拥有非常重要的战略资源。首先呢，我们来看到呢，它是非洲最重要的黄金生产国，并且里面呢含有丰富的锂矿甚至是这个非常多的其他的资源。那在当地呢，刚好现在我们知道这个 AI 占全球的电动车占非常的重要，所以呢，大家就会争相来马利这边做开采。那尤其中国大陆早就已经在马利这边西非国家开始做了布局，包括了中国大陆一家非常大的锂矿企业早就已经正式跟马利的大型锂矿合作签约了。那么现在中国大陆来看到它的锂矿持有量，预估到2030年可以达到将近40%的持有权，也难怪现在美国要这么的紧张吗？所以今天节目一开始先请教赖老师怎么看了？有可能川普出兵打所谓的第8个国家吗？出兵的原因，表面上说是打恐怖组织，这背后会不会如果来做拆解，跟中国大陆要拼打资源战有没有关系？赖老师怎么看？当然有关系因为我们都知道马里这个地方是过去是法国的殖民地之一，也是法国的势力范围。但是在2022年的时候，法国被整个赶出去了法国在里面介入了10年的他们的内战，最后打不赢后来法国人就撤走了，撤走以后就撤到阿尔及利亚跟这个俄罗斯的部队就进行了合作的一个计划。但是到目前为止，法国的势力就进不了这个马里了。现在马里本身的政府有效的控制，但是内部里面确实是有盖达组织、基地组织，还有极端的这个伊斯兰组织都在里面，派系部落很复杂美国现在是假借要用反恐的理由要进入马里，其实他是想要对于当地的政府军政府构成影响力、构成威胁，然后来取消或者是透过威胁的方式要他去改变跟中国的合作计划。中国跟马里的合作关系其实由来已久，而且中国的做法跟欧美人的做法不一样。法国人他们是采用军队去控制这个地方，扶持他们的政府，然后去掠夺他们的资产。所以不但有法国的矿业公司、加拿大的矿业公司都进去，他们是采用这种方式。美国看起来也是西方的国家，他们也会采用
这种控制政府的方法来去掠夺资产，这是欧美的国家的采用的方法。中国不是，中国是先帮你解决问题。在马里有一个传说啊，不是传说，是有一种树，他们叫中国树。这个中国树呢是治什么呢？它味道很苦，它的叶子很苦，但专门治疟疾的。疟疾这个在当时在马里，它肆虐了很久。那中国帮你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我种疟疾，我种这个树来，我把树引进来，到处种这个树，然后让你解决你的疟疾问题。所以他就已经赢得了这个居民的好感。另外，他的这个矿业的一个合作，我举一个例子，2024年的时候，你刚刚讲的钢峰，钢峰企业集团就标下了最大的这个锂矿啊。那现在美国很眼红，是因为电动车，电动车它所要用的电瓶、电池，锂矿是重要的材料，还有电动车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材料就是铜，而马里也有铜。因为我们都知道电动车它是用线牵拉的，所以它铜也成为一个电动车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那这个部分里面，绝大部分的矿业都是掌握在中国的手中。是。那今年2026年的1月，紫金我们都知道福建有个非常著名的紫金矿业公司，它目前来讲是中国大陆最赚钱的公司，它用完全现金的方式买下整个金矿，就是他拿到的金矿权是用现金支付，那你想当地政府当然很开心嘛，所以紫金矿业也进来，海南矿业也进来了，海南矿业也就是跟他们的锂矿来合作。那中国大陆采用的一个方法就是说，跟地方政府合作，跟中央政府合作，然后在这个地方采矿的时候，也创造当地的就业机会。不过欧美人他们老是用惯常的一个手法，说你污染大地，然后要发动这些所谓的环保人士去抗议。但这套方法在非洲效果不大。他能够拍一些画面，在国际舆论上，然后再透过西方的媒体来去谴责那个中国大陆。但是当中国大陆的发展跟地方跟中央政府的利益结合的时候，那它的基本上的关系就比较牢了。所以我觉得欧美人采用的这个舆论战的方法，然后再采用去颠覆你国内政府的方法，我觉得这个通常都会陷入不断的内战。好，所以这背后这一场川普可能要打的第8国战争背后，主要就是一场战略资源战。那美国试图希望能够控制军政府，也阻断军政府非洲的军政府跟中国大陆的合作。那川普真的会去打这场仗吗？因为我们知道，如果打下去的话，就等于一路从伊朗、委内瑞拉，甚至到非洲国家的马利去，他会不会再让自己陷入这一场泥淖当中呢？那厉将军要怎么看？我们讲说师出有名哈，那美国这一次如果说是川普要出兵萨赫尔地区来讲的话，他用的是什么名义？他当然打的招牌叫做反恐，可是第一个你这个大家都很清楚，你这个反恐只是你这个准备抢锂矿的一个理由而已了啊，因为萨赫尔地区其实这个。他们里面的国内的形势非常复杂萨赫总共包括3个国家，包括到尼日、布吉纳法索还有马利这3个国家这3个国家里面，第一个他们自己本身的政府都是军政府，它不是民选的政府。那第二个，他们这个地区里面有很多确实不错，是有很多的美国称他们叫做恐怖组织，也就是我们讲的 ISIS， 还有这个所谓的基地组织等等这些美国称这些组织是这个恐怖组织。可是你要知道，这些恐怖组织，它在当地来讲的话，它跟在中东地区是不一样的，因为中东地区的组织，这些所谓恐怖组织，它具有攻击性，它会对全世界发动圣战。但是在西非这个地方来讲的话，他们这些组织可能他们要求的只是2个目的，第一个就是说，他要求地方治理单位要按照他们伊斯兰的律法来实施治理但是并没有要对全世界发动圣战的，也没有这个能力，也没有这个意图那第二个，我认为这些基地组织他们大概要求的就是要有钱了所以他们会去跟军政府来讲争夺矿产。所以事实上，这地方的老百姓他会受到3方面的压力。第一个是军政府对他们的压迫力量，第二个是这些恐怖组织对他们压迫力量，第3个你知道是哪边吗？不就是俄罗斯的所谓的这雇佣兵是因为是军政府，因为怕自己能力不够，所以会跟俄罗斯聘请一些雇佣兵。那这些雇佣兵也会在当地攫取他们所要获得利益。我们经常讲说血矿。血脉矿血钻石就是把老百姓
压迫去挖这些矿产来获得当地的或者他们自己本身的团体的利益资源。那美国这次川普很明显的，因为中国在这方面来讲已经经营了很长一段时间。那我特别要强调哈，尤其是马利这个国家，它可以说是世界第一大的锂矿的矿产国家哈，矿源的国家，它没有产出来，它是这个矿产非常丰富，是世界第一大的蕴藏量。那中国来讲，这方面已经投资进去了，所以川普当然要抢夺锂矿，因为未来我们知道所谓能源，你如果电能来讲，你要储存能源、储存电能来讲的话，你就少不了锂这种元素。那中国因为在这方面已经投资了，那美国我认为川普这次来讲，他就是借着反恐为名，他主要就是想要这个干扰或者是挟持地方的这些军政府，来避免中国来获取这些锂矿的资源。但是我认为美军来讲，这次他可能没有能力再踏入这个战争的泥淖里面哈，否则的话会这个永无脱身之日。好，所以我们现在也持续关心说，美国为什么要打这一场仗？刚刚厉将军也帮我们特别看到了嘛，现在科技战大家要做这个电动车，所以一方面川普希望能够介入这边拿到锂矿，那另外一方面，这背后是不是也是他希望能够掌握政治筹码呢？再来就是说，他希望掌握这个政治筹码，如果出兵，美国真的有能力拿下这个地方吗？我们先来看到说，他为什么要介入，就是因为也跟政治也有关系的。现在呢，川普面临的是期中选举的压力，而且民调60%美国人不满他的经济表现，甚至是连 Mega 派也都不挺他了。他们认为现在美国国内的通膨、物价、经济状况很不满，所以或许川普希望能够发动一场战争来提振甚至是转移国内的注意力。但是我们也问的第二个问题说，他有没有能力再继续打呢？这一场战争，要知道过去曾在阿富汗，美国投入20年，耗资数兆美元，也都没有办法来稳定当地的局势，再陷入另外一场战争，还有加上现在美国陷入了中东战事等等，美国真的有能力继续打下去吗？那杨老师又怎么看？我觉得美国没有能力打，美国人现在连打伊朗都没能力了，那怎么可能会再去打马利呢？马利这个法军打不下来，然后呢，当地的政府军以及就是一些甚至俄罗斯这个应该也算雇佣军吧，那其实都在这里面深陷泥沼，那这里面其实错综复杂。2021年政变，去年他整个就退出西非的经济共同体，这里面的混乱，其实真的这些各个势力只求自保，然后整个基础设施非常的落后啊，然后彼此的这个仇恨，部落之间其实很复杂的。这个你可以想象得到，这个其实比打阿富汗简单不到哪里去。所以我觉得美国太低估就是说马利的这个情况。那他为什么觉得就是可能放出这个风声，可能要去平衡在伊朗的这个情况，也许是不是真的去试探说有打这个可能性。是。第二个就是这里中国大陆这个锂矿其实是的的确确是对美国而言，它现在全球也都在去跟中国大陆有关于所谓的这个关键矿产要去动脑筋。你看，举例而言，稀土就是一个，但稀土大概只能现在在西方，在巴西，在蒙古或者是在日本的那个南鸟群岛。然后呢，镍矿是一个，那这是很清楚，在印尼，对不对？那可是我觉得背后都会有美国的这个身影在这边，所以它可能是从一个跟中国竞争的这种稀有矿产的这种争夺或者是拦阻，但是这个就太遥远了吧？你要挥兵进入到马利去拿下马利，我觉得这个报纸也真的某种程度也大概是刻意制造出来的一个新闻了哈。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个情况会提醒到所有美国当初在反恐战争以及从阿富汗到伊拉克的这些问题，为什么法国打不下来，俄罗斯拿不下来，那而美国就可以拿下来？我们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美国也拿不下来，而且美国可能会更凄惨。好，谢谢杨老师。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观众朋友们，我们要开会员频道啦！因应呢美中、中东还有印太的乱局，你看到的是新闻，我们看到的是背后谁在操控这个世界。加入会员可以取得独家视角的通行证，你将优先取得更深的观点判读，包括了核心真相分析、历史脉络拆解、局势推演逻辑。
同时解锁会员勋章、优先互动权、问题解析、幕后花絮，支持我们制作高品质的影片。点击下方的加入键，一起成为战友吧！我们会员频道见。接下来我们会来看到是没有中国，美国的制造业还可以继续下去吗？川普说呢，接下来要全面断中链，中国的中哦，所以现在呢，告急的产业包括了铝业、军工、车业、造船4大命脉同步告急。今天就这个议题，我们会一起来做深度的剖析。观众朋友欢迎留言区留言，如果您认为说断了中国大陆的供应链，美国的制造业还可以继续强盛，留言写1；如果您认为会失败，留言写2，一起跟我们做互动。川普的这场去中化，当时从晶片一直到稀土，现在正式扩大到了国防的供应链。所以最新的消息是，美国的国防部接下来会收紧采购的豁免规则，限制这些国防的承包商。他说啊，接下来你们都不可以再采购跟中国大陆有关的关键的矿物跟原料了，这当中包括了铝哦。川普说呢，这个铝的制造厂我们也要自己来做，那所以呢，他就鼓励外资来这边设厂造铝哦。那我们看到这个铝目前的状况是说，50%的这个铝关税，再加上伊朗战火的波及呢，在美国当地啊，铝已经飙升到每吨$6100了，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的铝溢价已经接近到翻倍的关税去了。所以我们刚刚提了嘛，川普就说，那外资们你们赶快来这边投资吧，如果你们愿意来这边设厂的话呢，我们的关税就会从50%直接降一半到25%啊。但是关键来了，这些外资会愿意来吗？因为要知道你需要在这边建铝厂的话，你需要大量的水，还有大量的电等等。那美国现在这些资源的成本又这么的高，那这样总计起来可能要花费数十亿美元才能投资哦。那而且这个回收率呢，可能长达10年之久。那外资还愿意来吗？这个就打上一个非常大的问号。那外资还没有来之前，我们看到，因为川普的关税对铝课征了50%的关税，现在美国的企业早就已经叫苦连天了。这些企业包含了哪一些呢？先来看到美国最大的铝公司这一家，他说呢，在关税成本之下，他光是 Q1第一季的这个损失就高达了$2000万。其他汽车大厂也拉起了警报，这当中包括了福特汽车还有 Tesla， 他们说面临采购成本大增，原因就是铝库存已经不够了，拉起了警报。每辆汽车成本在美国现在呢，增加了大约是每台$400，新建案住宅平均也会增加大约是$10,000左右。那现在怎么办呢？包括了我们看到中国大陆更是收紧了对美国稀土的出口，光是上半年稀土就大减了20%，一没有稀土的，直接冲击到的就是美国的军工了，包括了这一家制造无人机推进马达的公司，因为这个稀土短缺、磁材短缺，它的订单被迫延期，最多达到2个月。再来这一家美国的国防公司，它生产飞弹红外线感测器的，没有了这个锗的库存，已经降至安全的库存，对于他们的生产也出现了非常大的压力。部分的这个国防材料的价格已经飙升到限制前的5倍以上，甚至有一些关键的材料暴涨，达到了60倍的一个价格。所以今天节目一开始，先请教赖老师怎么看？现在川普说了，我们要全面的断掉中国供应链，国防承包商也禁止购买中国大陆的材料，还祭出希望外资来盖铝厂等等啊。那么投资的金额会非常多，可能达到数十亿美元，这些外资还会来吗？川普的去中化真的做得到吗？那赖老师怎么看？我觉得川普旁边的这些公务人员或者是他的顾问，我觉得他们本身真的是有问题了，他们不食人间烟火，或是他们对于美国的业者啊，他们的情况真的是了解不多。像纳瓦罗，他就认为说应该对中国大陆全面性的制裁，要全面性的断供等等的，可是他不知道美国的本钱到底有多少，美国的底还剩下多少？您谈到有关于铝，例如说冰箱要铝，铝门窗，我们讲的建筑业要铝，汽车工业要铝，有多少地方它都需要铝，造船业要铝，飞机工业要铝，到处都是需要铝的这个制品。可是问题就在于你美国，你想把铝业把它拉到美国来，大家要问的就是说，你的矿产的开采跟在印尼或者其他地方的开采成本到底差多少？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
你的水资源够不够，你的电的成本高还是不高，你的本身的这些劳工的水平高还是不高，能不能募集到足够的劳工等等的。那再加上运输，你所有的这些都计算在内的时候，我想很多人他就会开始去思考了，说那我把我的工厂搬到美国来，在你美国的铝矿产的区域里面来设，那你这些基础的设施、配套措施、交通运输，我整还有就是你的工会的影响，你的电力的价格，你的人工的价格什么等等，甚至最重要就是说你的劳动力能不能充沛的供应，这些都不够的情形下的时候，那他算完了，你的关税减25%，怎么会有吸引力？没有吸引力的。既然没有吸引力，他怎么会去设厂呢？所以你看，川普的这个关税战已经打了1年多了，打到现在没有几家公司回到美国去设厂啊。包括美国自己的公司都并不多回去美国设厂，更不用讲外国公司跑到美国设厂了。那这样的情形对于美国来说的话，你的所有的关税政策事实上是失效的，因为你没有办法激起你的公司跟外国的公司到你美国来投资，除了台积电以外。好，现在的情况就是美国你非但吸引不了，而且你的关税是国内厂商自己吸收，所以为什么美国的汽车业者他们会叫苦连天？就是因为是你美国的进口商吸收嘛，怎么会这个道理？你川普到今天还是不懂呢？那我个人认为，以川普的目前的一个做法，他事实上要跟中国大陆切断关系，他做不到，而且对于他来讲，只会让国力更加的衰败而已。好，所以川普执意要切断跟中国大陆的关系，那现在受害的就是最直接就是企业嘛，他们叫苦连天。那现在怎么办？哪一些企业影响有多深？对于美国企业的影响，重创到底又有多大？那厉将军怎么看？我先讲一个我自己亲身经历过的一件事情。有一天我自己开的车子，这个不小心这个自己擦撞到了，后面屁股被擦撞到。那我想说，一个凹进去一块嘛，这个认识的这个修车的朋友打电话给他，我说你可不可以帮我钣金一下？他说你那块这个他先确定一下是钢还是铝的，他叫我拿一个吸铁去吸看。他说吸铁吸看，如果吸得住的话，就代表是钢材，那可以钣金。如果说是吸不住的话，那代表铝那你可能整片都要原厂换掉，那成本那修起来工资就很高。那后来我才了解到，原来很多汽车现在来讲，它不用铁它用钢用铝。为什么用铝呢？因为比较轻，就跟飞机一样。飞机为什么要用铝？它比较轻嘛。你想想看，如果一架飞机那么大，如果都用钢来制造的话，那飞机重的可能就起飞不了了。那汽车用铝来讲的话，它当然可以更省油这个跑的速度可以更快。所以为什么这就是福特 F150的皮卡原来是用钢打造的车身，现在要用铝，因为它可以更轻、更省油。那其实铝的用途不止在民生方面，不只是汽车而已。我们经常包括喝汽水的你的易开罐包括你的洗衣机包括到这个烘干机等等来讲的话，都少不了这个铝这种元素。那甚至于更高一层来讲的话，包括军工业导弹啊，或者是这个战机啦更少不了铝。所以铝的需求对美国来讲的话是非常的至关重要的。但是为什么美国现在这么至关重要的这种铝这种材料来讲的话价格会飙涨到每吨到$6100。$6100是什么？是已经是翻1倍的涨价了。对，我第一个原因是美国自己对于铝提炼的冶炼的技术已经这个萎缩了在2000年的时候，美国这个铝冶炼的工厂有22家工厂在冶炼，那到今年只剩几家？只剩4家，所以它自己产能很明显的不够。那原来它可以每年可以到达炼出370吨的铝，现在来讲每年只能炼67吨，整整少了将近快360吨，所以美国自己能源不够。第二个当然跟这个波斯湾这次的打仗有关波湾战争，你知道这个中东这个是全世界最大的铝冶炼的这个产能占9%有2个大公司了，一个是位于阿联的环球铝业，一个是位于巴林的铝业这2家公司是分别占了全世界铝冶炼的9%，产量是非常大。但是由于这次这个波湾战争，它遭受到攻击，然后荷姆斯海峡又被封锁，所以它冶炼出来的铝很难再运到美国去，这也是造成铝涨价的第2个原因。第3个，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也是美国自己搬
搬石头砸自己脚，他自己搞关税。这个第一季来讲的话，就是我们这边讲第一季，它因为增加关税啊，你自己这个铝你本来就要进口啊。我们这个川普不是他原来铝的这种进口大概就关税只有25%，他把它提高到50%，你这不是搬石头在砸自己脚吗？所以说你美国因为提高关税，然后造成自己的成本增加很多，所以这个第一季来讲的话，有一家美国铝的这种巨头来。产业界的巨头来讲，他光这个成本就损失了2000万美元，所以我觉得美国自己这都是他们自己搞的，川普自己搞的，自己又要打仗，自己又要降关税，然后自己产能又不够，所以未来是不是有很多的这个制造业来讲的话，你就必须要跟中国结合在一起，不然的话你自己来讲的话是很难这个自己满足自己的需求。对，好，所以。这样整体来讲的话，川普到底有没有办法真的做到美国制造呢？因为真的很矛盾哦，他这个美国缺铝，但是他还是要断了这个来自于其他国家课高关税哦，是不是拿石头砸自己的脚呢？那另外我们也看到说，其实美国要发展制造业，现在另外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缺工的问题。那尤其呢，我们看到在海上哦，一年中国大陆可以造1000艘船，美国只有个位数，一年只能现在预估3艘哦，这是来自于最新播客中国大陆的一位播客的说法。那我们也来看到说，目前的美国职缺的部分，750万个制造业技职缺都是找不到人的，光是海军前舰的建造就缺了40万名的焊工，还有电工，还能够去中化吗？那杨老师怎么看？美国要制造业回流，做得到，很少部分做得到，基本上应该就是高附加价值的战略产业，也就是他愿意花大钱，然后呢，整个相关的设计、制造到使用，客户都是自己美国人，那因此呢。特别像是半导体或者是 AI 以及生物制药等等之类，他就把这些高附加价值、成本高的维持在自己本土里面，继续的赚钱。这个也许他做得到，其他的我觉得完全做不到。那第二个回答问题就是有没有可能跟中国去切断相互的，就是这种制造的关系哦？那我觉得基本上完全不可能。而且你看昨天。王毅跟 Rubio 在马尼拉的会议当中，其实就已经确认了9月份，习近平应该会前往美国访问。那这样子的一个框架建立起来之后呢，美国基本上就是把他自己最核心的部分，他要把它框起来，其他的部分大概都维持之前的全球化跟中美之间的合作关系。但是其他的部分为什么做不起来？3大因素很简单，其实没有原料。你刚刚讲了铝啊、镍啊、锂啊，第二个。这个没有原料之外呢，它也没有这个稀土关键的矿产，那这个是第一个。那第二个，那思敏刚才讲，没有工人，没有技术人才，最重要没有技术。镍、铝、稀土这么简单，你挖出来就可以用吗？这个就是证明，其实这个技术才是真正的关键。中国掌控这个技术啊。那第三个呢，也就是它根本没有那个完整的。这个所谓的产业链，对生态系以及群聚的效应，因此他就希望说，把台积电，因为台积电代表不是只有一个厂，台积电代表是整个台湾的半导体的产业，整个都往美国移，那个是一个产业链、一个生态系的移动。那他在这个方面倒是做的，就是说不错。应该讲他做的不错，还是我们台湾配合的不错？这个刚才赖老师的态度就告诉我们。所以呢。这方面也许他真的做得到你花大钱，然后呢提高成本，可是其他的部分我觉得他很困难。那至于说你要跟中国去脱钩断链，这老早已经确认。其实10年之前他想要把中国变成一个孤岛，让中国的科技发展这个停滞，结果10年之后呢，你就看到其实变得孤岛化的呢，反而是美国了。好，谢谢杨老师。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观众朋友们，我们要开会员频道啦！因应呢美中、中东还有印太的乱局，你看到的是新闻，我们看到的是背后谁在操控这个世界。加入会员可以取得独家视角的通行证，你将优先取得更深的观点判读，包括了核心真相分析、历史脉络拆解、局势推演逻辑。
同时解锁会员勋章、优先互动权、问题解析、幕后花絮，支持我们制作高品质的影片。点击下方的加入键，一起成为战友吧！我们会员频道见。中美之间的科技战，我们今天要来看到 OpenAI 自主越狱偷机密啊，结果呢，美系的 AI 是集体拒绝处理这一件案子，倒是中国大陆的智谱 GLN 5.2火线救援，到底怎么回事？今天就这个些议题，我们做深度的剖析。好。如果说呢，过去几年全球 AI 最大的神话，大家可能会想到说，是不是 OpenAI 呢？但是今天这一起事件变成是可能是 OpenAI 跌落神坛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为什么会这样说呢？我们来看到，因为 OpenAI 的最新一款 AI 代理模型在测试当中呢，自主的突破了它的沙盒限制，骇入了全球最大的 AI 的开源平台 Hugging Face， 甚至还窃取了其他模型的资料，只是为了说让测试可以变得更漂亮。这件事情爆发之后，美国主流的商业 AI 的模型呢，由于内建资安防护的机制，都集体拒绝处理这个案子。倒是奇怪了，中国大陆的智谱 AI 这个时候跳出来帮忙处理了。好，我们来看到是中国智谱 AI 的这一款。GLN 5.2 切入了恶意的记录里面，数小时内完整的溯源分析，处理了它锁定的攻击路线 Hugging Face 的这个攻击路线，还还原了整体的入侵手法，把这个攻击的过程都给处理好了。换句话说，美国 AI 闯祸 ，OpenAI 闯祸，自己的 AI 没有办案，但是最后靠 AI 中国大陆的部分来收拾残局，成了这一场资安危机的救火英雄。那赖老师怎么看？因为美国之前一直不断强调中国大陆的 AI 有这个资安的风险、安全疑虑等等，赖老师怎么看？我觉得美国这个国家很特别啊，他都先故意攻击你、栽赃你、抹黑你，然后逼着你采用防卫的态度来去解释说我没有这样做，我没有，然后美国就占有所谓的道德的优势。其实美国人自己干的都是他指控你的所有的事情，这就是美国人的手法，就是说我干尽所有的坏事，但是我先告诉你你干了我干的事，然后就没有人去注意到他在干坏事。每个人都在注意说，哎呦，那中国大陆被指控，那应该中国大陆有问题。那大陆这边就开始去解释说他没有，那你要自清。可是自清你已经被抹黑了，自清的效果都是有限的。但是我本身就是干坏事的人，我却安然无恙，这就是美国惯用的一个手法。那 AI 本身最被担心的就是它的资讯安全的问题。而且中国大陆在发展 AI 采用开源的时候，就是不愿意用美国人的闭源，就是因为美国的闭源的方法，也就是你没有办法去清源头，你也不能说，你也不能管，你也不能切入。那所以大家都看到证据，他们已经害进来了，证据很明白，可是没有人敢说，大家都嘴巴闭起来，就看着他怎么去作恶，怎么去肆虐，一点办法都没有，而且也都不敢讲。为什么？因为他闭源的。那中国大陆的做法，这一次智谱就表现得非常亮丽了，因为智谱本身的专长就在这里，它可以长远的、长程的去监控，而且可以还原你的路径，而且可以把你的被伤害的文件整个都还原过来，所以它本身很快的就抓到了这个 OpenAI 他们本身所做的这些事情，也就是他们已经越狱了，他们开始去入侵这个别人的资讯库了。然后，所以它的源头整个路径都被这个智谱所整个掌握，以后把它还原出来，还原完了以后就告诉大家路径就是他做的，接着他帮他建立起一套防火墙来，帮他把被入侵的资料都还原回来，这等于是他解救了被攻击、被伤害的。所以美国的资讯业者知道，事实上是中国大陆救了他们的命，而他们被杀以后还不能叫苦，也不能叫痛，因为他们本身就在干坏事的人。那现在的情况就是，我们看到国际间就是这样玩。那您想想看，刚好这件事情发生，而智谱做了这件事，拯救大家的命，拯救硅谷人的命。那刚好中国大陆就在联合国的第一届全球智能这个大会的时候发表第一个文件。这个文件就是主张要开源的，不能用闭源的，而且主张要多元化，不能够单极体系，主张
反对美国所拉的归和平，去排除其他的国家，应该采用这个包容万象的这样的一种海纳百川的战略。你想，刚好这样的一个事件，会使中国大陆站在最好的道德高度，而且站在最有利的位置，能够通过这个文件。那在这起事件发生之后，那我们也看说，那接下来的企业会如何做反应？他们会不会更担心有关于这个美国 AI 的资安？那未来企业会选择是说中美之间的 AI 大模型，他们都要使用吗？那杨老师怎么解读？就到底谁是肇事者，谁是救火员，这个事件就已经很清楚了。但是过去其实一方面是美国把他自己的闭源的体系视为一种所谓叫做安全神话，那可是现在反而是证明，所有使用它系统的人不只是非常的贵，而且你几乎没有别的这种调配自己适合自己本身需要的这种空间。那现在呢，更糟糕的是，你可能面临到这样子的安全上的威胁，那反而是要去用当初被指控是可能肇事者不为接受，甚至贝森特最近才说是中国的 AI 大模型是怎么窃取美国的这些资料的结果这个事件完全证明相反这已经引起全球的科技界的注意。我们在新闻里面现在都已经很清楚了，英文的新闻、中文的新闻，通通都出来了，这真的是一大讽刺。但因此，作为一个大型的企业第一个。其实中大型企业都是可能现在就是说，他们在一个开源的环境当中，你自己本身你不用离开你这个区域里面，你的自己的资料的有效性，然后呢这个机密性你都可以掌握。那第二个就是它的这个成本，它的调配的特殊性一定比闭源的要好。那最重要的来了，那就是安全。所以一定会两边都会去使用。两边都会使用。的因素是因为在美国的环境，在西方的环境当中，它还是有这样一个安全神话的这种 myth。那第二个就是它会有一些政府的要求，你不要忘记美国政府事实上是要求在开始越来越扩大，跟政府跟国防部有关的这些承包商，你不可以使用中国大陆的这些，不管是从制造的商品，甚至到未来的 AI 大模型，他们现在都已经这样子思考，所以它必须要有这样子的就是准备。那因此等于是做2套东西，花2份钱，然后呢，但是最后他发现到要自保的最重要的一个机制，其实可能还是要走开源这条路。所以你就看到很简单，最近美国的 AI 的这个 API 的提供者叫 OpenRouter，超过50%的美国企业现在已经都转换使用中国大陆的 AI 大模型了。对，许多的美国开始使用了中国大陆的 AI 大模型，也是看好这个大陆的开源模型。那当中备受关注的，我们今天也会来讲，就是中国大陆的 GLN 5.2跟 Kimi 冲上了全球第一梯队。那美国科技圈也开始出现了不同的声音。先来看到几位大佬怎么说。第一位 OpenAI 总裁勉强称赞说 Kimi 相当不错，但是话锋一转又说可能涉及技术真六的质疑。Anthropic 接着也说了暗批中国的科技公司真六模型有问题。另外就是白宫的科技办公室主任指控 Kimi K3 疑似是不是有利用辉达的 GB300 伺服器来训练他们的模型呢？首先是白宫对于中国大陆的质疑到底有没有这个直接的证据，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事情是刚刚我们讲到这2款大模型，包括 Kimi 跟 GLN 5.2，这个是质朴的他们都站上了第一梯队，真的只是靠单纯的所谓的真六的一个技术吗？那将军怎么看？我觉得这个 OpenAI 的总裁他对于 Kimi K3 他的评论是相当不错的模型，这很明显的是一句很酸的话而且他不只是这个酸，他还特别讲说这个 Kimi K3 居然是偷用了这个 GB300 NVIDIA 的 GB300 的这个晶片，而且他还说是真六他们 OpenAI 的技术。什么叫真六技术呢？就是说他认为说是这个 Kimi K3 用OpenAI 模型推演出来的结果来做自己的模型的训练，也就是说他认为 Kimi K3 会这么好，就是因为用 OpenAI 的技术来蒸馏出来的。我觉得这很明显的一句酸话了。你知道 Kimi K3 有多强吗？我那天听孙大千老师讲，我才知道他有多强。他说他有 2.8 兆的参数。2.8兆的参数是什么概念呢？以美国来讲如果说你有1000亿个这种参数，已经算是很强了。
那 Kimi K3 居然有2.8兆这么多哈。另外他讲的是说，可以有上百万个 token。我觉得孙大千博士讲的一句话，我觉得非常有道理。因为我们一般平常很难了解这个 token 的意义在哪里哈。经过他解释，跟我学会以后，如果说我们今天举例，我们去问一个这个 Kimi K3，我们把中国所有的美女全部都输进去，然后再问他说猪八戒喜欢哪一个？我跟你讲哈，他可以，因为他有上百万个 token， 上文跟下文，他可以帮你推论出来猪八戒到底最喜欢是哪一个美女，你就知道说这个 Kimi K3的这种强度，这个模型训练有多强。但是我们看到 OpenAI 的总裁哈，不管是他讲说这个模型只是说，很好啦，相当不错，或者是说，你是不是怀疑他用这个 GB300的晶片，或者是说蒸馏他们自己 OpenAI 的这种模型出来？我觉得这些都是一句酸话，越是这些酸话，越证明 Kimi K3 它的横空出世。